皇上，老臣没有这个想法，老臣从来没有想过让大殿下绝后。皇上赞赏地看着赵大人，眼神发亮，颇有几分终于找到知音人的架势。他就说，赵大人不愧为朝堂最公正之人。好了，朕认同赵大人所说，卿哥20有4，也是时候娶妻生子了。他能有这番改变，朕理应高兴。朕就答应你的请求，为你同云玉赐婚，择日会将圣旨颁布下去。你且好生对待云玉。儿臣多谢父皇。想不到赵大人一句他有隐疾，就将他请求赐婚一事搞定。早知道他就让人散布出去他有隐疾一事，说不定父皇会早点为他赐婚。行了，注意点姿态。还有沈爱卿你，看事不仔细，随着谣言摇摆想法，这可要不得。朕就当你年岁大了，此事暂且不追究，不要再有下次。朕就当你年岁大了，此事暂且不追究，不要再有下次。老臣多谢皇上开恩。大家开始看向云修文同皇甫清歌，离他们站得近的官员低声道贺。皇甫和硕始终没有说话，他的手捏紧成拳。原本以为今日沈正安上奏会让皇甫清歌名声大损，没想到不仅没有损坏，反而让父皇同意赐婚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婚事想必也快了。回头看着皇甫清歌，低声说了句：皇兄恭喜啊。到时候我大婚，皇帝可要来多喝几杯啊啊！行了，朕的旨意下了，你再高兴都来得及。还有一事，朕本来想着等大家无事起奏就说，我朝与邻国的5年邦交之期已到，按照规定，他们10日后就会出使到我国，正巧赶上我们的秋猎，到时候同行的还有他们的皇子和公主，事关重大，到时候秋猎仪式务必隆重。同一时间，在他们还没下早朝的时候，太后娘娘让人出宫去请云玉进宫。两人跟着宫女一路走到太后娘娘的慈宁宫，还没进去，就感觉到今日的慈宁宫有些不一样。宫女转过身来，对着云玉扶了扶身：云姑娘直接进去即可，太后娘娘传有旨意，说云姑娘来了就直接入内。有劳姑姑。迈着莲步走入慈宁宫的正殿，云玉的脸色平静，缓步走到中间，做出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礼仪，逐一给在座的各位问安。太后娘娘的脸色缓了缓，抬起手来：玉儿起来吧。长得果然绝色啊，难怪会将大殿下迷得为你大打出手。梁妃娘娘就轻声笑了起来：当然，不然怎么会引得皇子和将军大打出手？哼！当日啊，臣妾同德妃姐姐去赏纸鸢，可没想到闹出这样的事情。这事一直搁在臣妾心中落了画饼，还不如不出宫的好。梁妃妹妹所说正是臣妾心中所想，今年放纸鸢比往年还要热闹。这热闹啊，还有点不受控制，臣妾年岁大了，看不得这般热闹。臣女多谢娘娘称赞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月儿生的这般模样，多得父母之恩。月儿生的这般模样，多得父母之恩。只是不解两位贵妃娘娘所说为何。臣女记得当日两位贵妃娘娘说过很喜欢热闹，放纸鸢之日也很开怀。母后，臣妾就说云玉不仅貌美，还能会说道吧？这才将大殿下给迷得失去了理智，现下你信了吧？云玉，你不知何意，本宫告诉你，今日大殿下为你大打出手，有违皇子遗德。平日这时候百官早就下朝，今日还没下朝，必定是在议事殿商议此事。你一介女子引得朝政大乱，你可知自己错在何处？你错就错在不应以一绝之身勾引着大殿下，你身份本就引发争议，还迷得他理智全无，让皇族惹人非议。母后，事关重大，已经影响到了朝政，朝政之事我们妇道人家不能商议，但是后宅之事倒是可以做主的，还请母后早点定夺。玉儿，哀家想听听你如何说。回禀太后娘娘，臣女从无影响朝政之心，更谈不上迷乱大殿下，臣女只想安分守己，做好自己的事。臣女承认心悦大殿下，却从来不曾做过逾越之事，何来勾引迷惑大殿下之说？两位贵妃娘娘口口声声说大殿下为臣女大打出手，影响朝政，当日发生何事，两位娘娘最是清楚。如若两位娘娘忘记当日之事，臣女不介意重新说一遍。如若两位娘娘忘记当日之事，臣女不介意重新说一遍。臣女相信皇上明察秋毫，也相信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公平公正。臣女有没有做过迷惑殿下之事，必定能够查清楚。臣女想问，既然娘娘知道今日未下早朝，那么娘娘是如何知道百官正在商议此事？两位贵妃娘娘刚才所言，是否也有在猜度朝政之心呢？你一介臣女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本宫！本宫何曾说过猜度朝政？你这般污蔑本宫，又如何做不出迷惑大殿下的事？正在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为难之际，突然一道声音从门口的方向传来：你们才是好大的胆子！皇上的早朝未下，就敢做出忤逆皇上的事！听到声音，慈宁宫里面所有人同时看着入口。
见到来人是淑妃娘娘，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悄悄松一口气。淑妃来了，快坐下。姑母，放心，有姑母在。淑妃这话是何意？本宫何时忤逆过皇上？淑妃不要觉得自己怀有龙胎就信手拈来，和元玉一样。哼，两位姐姐这话说的，皇上已经下朝，为大殿下同玉儿赐婚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。两位姐姐在慈宁宫说玉儿迷惑大殿下有罪，这不是忤逆皇上是什么？还是说两位姐姐比皇上更加明察秋毫？皇上看不透的事，两位姐姐一眼就能看透啊！云玉一愣，皇上答应为他们赐婚了。云玉的内心涌现一股暖流，所有担忧在此刻化为喜悦。不可能，皇上怎么可能会为他们赐婚？你一定是在说谎。臣妾可没有说谎，这件事还不简单吗？既然皇上已经下朝，一问便知啊。两位姐姐也真是糊涂了，误传圣旨是有罪的。两位姐姐糊涂，臣妾可不糊涂，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你们俩闹了这么久，还不够吗？哀家说过，玉儿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硬不听，硬要来闹。现在好了，皇上已经下了定论，你们也该消停了。皇后也端出皇后的架子，笑道：哎呦，两位妹妹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出宫一趟，高兴过头糊涂了？母后，臣妾也是担心皇族蒙羞，这才着急请母后定夺。现在没事那就好了。对，臣妾也是这般想的。当初听到谣传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皇族蒙羞，这才冒着被人非议的危险前来请母后定夺。臣妾那都是为了皇族的名声。既然现在真相大白，臣妾也为大殿下同允玉高兴。既无此事，那臣妾就不打扰母后歇息了。臣妾也先行告退。对太后娘娘扶了扶身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慈宁宫。云修文同云夫人压根想不到，还在睡梦中就被婢女吵醒。发生了何事？老爷夫人，大殿下抬着聘礼进府说亲来了。此刻正殿的大院里都已经放不下聘礼，这该放到何处呀？什么？婢女再次重复了一遍，说出的话和刚才一字不差。云修文夫妇对视一眼，在对方震惊的目光中终于回神，紧接着急急忙忙更衣。正院放不下的聘礼抬到祠堂去。云修文不用梳妆打扮，很快换上华服往正殿赶。当他走到正殿时，被大院堆积的无法落脚的聘礼惊呆了。岳丈大人，我这些聘礼还够吗？不够我再补。哎呀，够了够了，大殿下现在就这般称呼是否过早？云修文越看皇甫清歌越满意，反正比齐志臣强多了，也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看中将军府是心瞎眼瞎。那应该何时称呼啊？这事儿还得等内人来，还有玉儿此刻也不在场。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玉儿此刻也不在场。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云修文用手掩饰嘴角的轻咳一声，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惊喜是有的，但是更多的是惊吓。这时袁夫人已经梳妆完毕，带着丫鬟走来。臣妇拜见大殿下。不必多礼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们唤我亲哥就行了，以后不用多礼。袁瑾初次近距离见皇甫清歌，从心里觉得他比齐志臣强多了。姐夫说的是，确实不用这么多礼，以后就是自家人了。阿锦说这话确实合我心意。我听闻你近日开始练武，改日我带你到军营去学习练武如何？好，多谢姐夫。我们没有想到，清哥你这么早就来下聘，府中也没有什么准备，这会玉儿也不在，不如等玉儿回来再商谈如何？自然好的，我不知礼节如何，想着好事要赶早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连玉儿都来不及说。见他这般诚心，袁秀文夫妇的笑容加深，皇甫清歌的用心他们看到了，也很满意他今日的赶早。今日的洗尘宴布置得异常隆重，各官员早已带着家眷等候着，就连各大嫔妃也早早入场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则是坐在左边首位的三人。一男子年纪大约20出头，穿着异国风情的服饰，坐在他旁边的女子看起来比他小几岁的样子。他们就是邻国的皇子赫连敬和公主赫连安阳。坐在他们旁边的，则是这次跟来的使者。欢迎靖王子、安阳公主及使臣来到上京。今日这洗尘宴专门为你们接风洗尘，你们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好不容易来趟上京，这段日子一定要在上京好好游玩一圈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安阳第一次来永和王朝，有许多地方没有见过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知可有人领着我们游玩？不然我同皇兄走一圈，都不知道如何回来。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啊！在我永和王朝泱泱大国，贵客来到，怎么会连一个领路的人都没有呢？在我永和王朝泱泱大国，
贵客来到，怎么会连一个领路的人都没有呢？安阳公主放心，你们不会走失的，朕会让人带着你们。皇上，不知安阳可否指定人给我们带路？像皇上所说，我们远道而来，在这里10多天，如果有一个合眼缘的人带路，我们的心情也会愉悦些，是吧，皇兄？安阳所说正是我心中所想，就是不知道皇上是否答应。哦，这又有何不可？安阳，你说想要何人带领？皇上，我想让大皇子殿下带领我们去游玩，就是不知道大皇子殿下是否得闲。皇上脸上的笑容微凝，还没开口说话，赫连静也站起身来。2男1女，安阳难免孤单，若是多一位姑娘同行，安阳必定高兴，不知这位姑娘可愿意？他笑着指向云玉。哦，你们俩选中他们，这事儿啊，还真得问问他们。靖王，你这样指着我的王妃，与理不合啊。哦，你们俩选中他们，这事儿啊，还真得问问他们。靖王，你这样指着我的王妃，与理不合啊。哈，想不到这位姑娘是大皇子殿下的王妃呀，只是我怎么见她依然是未婚女子的装扮呢？而且我听闻大皇子未曾娶妃呀。在场其他人全都是看好戏的表情，尤其梁妃娘娘。大殿下这话欠妥，皇上还没有颁发圣旨为你们赐婚，你们还没拜堂成亲，云玉还不算是你的正妃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梁妃娘娘解答。这都是应该的。淑妃娘娘冷哼一声，最看不惯梁妃娘娘这个嘚瑟的模样。哎呀，梁妃姐姐这话说的，虽然皇上没有给大殿下同玉儿颁发圣旨，但是皇上已经开口答应此事，皇上金口玉言，一定会作数的。大殿下说云玉是他未来正妃，倒也没有说错呀。还是有差别的。皇后看了看云玉，在心中叹一口气。靖王同安阳公主好眼光啊，靖王同安阳公主好眼光啊，一眼就看上我们上京的大皇子同县主。我朝人才辈出，还有许多优秀的好儿郎好姑娘，本宫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愿意为靖王同安阳公主带路。只是本王就喜欢让大殿下和云玉姑娘陪同，不知你们可否愿意？亲哥，云玉，你俩可得闲呢？当然得空了，本来迎接靖王同安阳公主就是本宫的责任，这下本宫带着玉儿一起，也算是尽尽地主之谊。大殿下所说不错，有机会同靖王及安阳公主相约同游，是臣女的荣幸。太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最喜欢热闹。不错，既然有亲哥同云玉带着靖王和安阳公主同游，朕相信一定会很热闹。哎呀，说起来，朕也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你们了，想不到这一眨眼，安阳已经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这次来到上京，不知道能不能见识一下安阳公主的才艺呀。哎呀，说起来，朕也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你们了，想不到这一眨眼，安阳已经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这次来到上京，不知道能不能见识一下安阳公主的才艺呀。安阳这次来确实带了舞蹈献给大家。好啊，今日大家有眼福，可以看到安阳的舞姿，朕也很期待呀。安阳就厚颜献丑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谁可以出来给本公主配乐？安阳公主勾唇一笑，正对皇甫清歌的方向。她希望皇甫清歌可以为自己配乐，只是皇甫清歌一脸慵懒，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，一动不动。安阳公主都大胆献舞了，就没有人出来配乐吗？这时赵伟笑着站了起来。啊，微臣略懂音律，如果安阳公主不嫌弃，不如就让微臣来配乐吧。你就你吧。赫连安阳轻盈地跳起赫连国的舞蹈，柔美而奔放。她的身姿柔软，每跳一下都能摆出难度极高的造型，并配合着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充满异域风情，让众人眼前一亮后，安阳公主以一个绝美的造型结束这支舞。哎呀，安阳的舞姿果然绝美，赫连国真是人才辈出啊！谢皇上夸奖。皇上，安阳身为远客，以舞表达我对皇上以及上京众人的尊重。现在安阳已经展示过舞蹈，不知道你们可有人出来献舞，以表示对我同皇兄的欢迎之意。安阳所说可不是歌龄舞者的舞蹈，贵国地大物博，肯定有很多有才华之人。安阳远在赫连国，听闻云姑娘是上京的第一才女，今日到来，不知能不能请云姑娘展示一下舞姿。安阳公主想看臣女的舞姿，臣女又怎会不从？还请大家不要笑话臣女。云姑娘，你这第一才女的舞姿，可不要让安阳失望。既然安阳公主想看臣女跳舞，
那臣女就以舞来表达对靖王爷同安阳公主的欢迎之意。既然悦儿献舞，又怎可没有乐曲呢？说着，他大摇大摆走到中间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元玉轻步慢舞，衣袖随着他的动作飘动，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可不要让安阳失望。既然安阳公主想看臣女跳舞，那臣女就以舞来表达对靖王爷同安阳公主的欢迎之意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元玉轻步慢舞，衣袖随着他的动作飘动，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皇甫清歌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在元玉舞出第一个动作时，他的双手轻抚琴弦，拨动出柔美的曲子。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眸，被元玉这出场的柔美舞姿惊艳到。随着元玉的动作渐渐停下来，皇甫清歌的琴声也终于停止，两人完成了绝妙的配合。赫连安阳直接惊呆在座位上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尽管他不想承认，却也知道元玉这支舞是极好的，他根本无法跟元玉相比。云姑娘此舞只应天上有，大殿下的琴声绕梁悦耳，同云姑娘的舞姿配合无间，真乃绝配呀！不错不错，云玉同安阳公主的舞姿各有千秋，今日为靖王同安阳公主接风洗尘，难得如此热闹，开宴吧。大皇子府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守门小厮见到安阳公主站在门前。安阳公主，我家殿下说了，他已安排好今日的行程，请安阳公主回去稍等片刻。我不要回去等，你家殿下醒来没有啊？我进去里面等着吧。说完，他抬步就往里面走。安阳公主请留步，没有大殿下的吩咐，公主贸然进入府中，大殿下会责罚小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家主子若是惩罚你，你就说是本公主执意要进来的，不关你的事。见劝说不成，直接跪在安阳公主的跟前。安阳公主，小的求求您留步，我家殿下还未起来，您这样进去不妥，请容小的进去通传一声。哼，那正好，我进去叫醒你家殿下。在赫连安阳快要踏入大皇子府门之际，元宝突然从里面走出来，他身后的门也砰的一声应声关了起来。安阳公主请留步，我家殿下已经醒来，他让小的前来告知安阳公主，大皇子府现在只有男主子，在女主人进府前，安阳公主进府会惹来闲话，殿下让小的转告安阳公主回去等着，我家主子安排好，自会让人告知公主殿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拦在本公主面前，快把门打开！不好意思，安阳公主，这都是我家殿下的命令，小的只服从我家殿下的命令，恕小的无能为力。赫连安阳见他这样，一脸气愤的转身，四周看热闹的百姓看着这一幕，全都捂着嘴直笑。大殿下明明不让他进去，他还强迫人家开门，这安阳公主怎么这样啊？难道他不知道大殿下同云姑娘已经定了亲？该不会赫连国的姑娘都是这样的吧？听着大家的议论声，赫连安阳的脸色涨红，这才快步离开这里。今日带着靖王爷同安阳公主游玩，本宫想着人多热闹，就叫来大家一起了。四公主皇甫琼安同洛清婉相伴而来，走到元玉跟前。皇兄，你今日来莫不是让我们当陪衬吧？玉姐姐，琼安早就想见一见玉姐姐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同皇兄很是相配。皇甫琼安的话让在场几人的脸色再次发生变化。洛清婉也笑着来到元玉跟前。前不久才说等着玉姐姐相邀，没想到这般快。今日天色极好，这十里亭婉儿也是第一次来，很是期待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这还是借了靖王爷同着安阳公主的光。十里亭中有一片花树，每年这个时候啊，漫山遍野鲜花盛开，很是壮观。既然靖王同安阳公主来到上京，这十里亭必定是要来的，我们也正好看一看。这十里亭入目所见全是花海，几乎看不到尽头。当所有人置身其中，全部被这一幕惊艳到。赫连安阳见皇甫清歌时时走在云玉的身边，他的心嫉妒的不行。这里的花这般美，光是赏花还是略语单调，不如我们来玩点好玩的。要不就请安阳公主再跳一次舞吧。在皇宫见到安阳公主的舞姿，让我很是难忘啊！在皇宫见到安阳公主的舞姿，让我很是难忘啊！还想再看一次。这事儿简单，你且认真看好了。不得不说，赫连安阳的舞姿确实出众，每一个举手投足都让人移不开目光。只是他的目光过于明显，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全都表现出来，这样光明正大的当着正主的面勾引大殿下，也就安阳公主做得出来。元玉一脸平静，静静看着赫连安阳的舞姿，他在抬眸看皇甫清歌一眼，挑了挑眉。皇甫清歌见他这般模样，笑容加深，丝毫没有看赫连安阳一眼。元姑娘，我正在跳舞，你为何老是跟大皇子眉目传情，丝毫不看我？安阳公主这话实在是让元玉不懂，你跳舞是为了兑现赵二公子的请求，同我俩有何关系？再者说，就算我看着清歌，这也是我们的事，与安阳公主有何关系？元玉，你有什么本事让大殿下的目光专注你一人身上？你不过是一个和离妇，根本配不上大殿下。此话一出，皇甫清歌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安阳公主，你说出此话，
可有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？本宫敬你远道而来，这才好好招待你们。你若是这般不识趣，就莫怪本宫不给你脸面。玉儿是本宫定亲的正妃，任何人敢辱她，就是与本宫作对。话音落下，他直接拉着云玉离开，满脸怒容。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让你来这里跟赫连、安阳一起游玩，他们的身份不值得你来委曲求全。安阳公主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是一个和离妇。我不让你这样说，你和将军府已经毫无关系。就算以前你只是过去将军府为他们掌管2年家，你同齐志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云玉看进他的眼底，见他眼里认真的神色，他的唇勾起一抹弧度，轻轻点头。你就是最好的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你。今日回去，我就同父皇说，我不会再管营界一事，让他们自己负责找人。刚才没能带你去游玩，我们现在去个好玩的地方。皇上正在御书房批改奏折，突然见到景公公走进来。有事？回皇上，靖王在殿外求见。让靖王进来。贺连静走入御书房，双手作揖，恭敬道：参见皇上。无需多礼，赐座。多谢皇上。朕听闻靖王同安阳公主今日跟随着清哥他们出去游玩，怎么有空进来见朕啊？如皇上所言，今日我同安阳确实跟着大殿下去游玩，不过中途发生了点事，这就提前回来。哦，发生了何事啊？贺连静也不打算兜圈，直接将今日在十里亭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皇上静静听着，看不出心中所想。皇上，我们赫连国同永和王朝已经几十年邦交，我们此次来，父王再三交代，让我们完成出使的使命，也让两国邦交更加稳固。皇上认同的点点头。皇上，我平日说话向来直接，今日就我们2人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其实我今日来求见皇上，有2件事想求得皇上的同意。靖王请讲。第一，我对贵国太师府之女云玉一见倾心，请求皇上为我们赐婚。第二，安阳对贵国大皇子皇甫清歌很是中意，嘱托我请求皇上为他们赐婚。我们这次到来就是为成全两国邦交努力，如若能够达成这样的结合，相信对两国的邦交有很大的好处。我贺连静可以保证，10年内必定与贵国是友好之邦，请皇上成全。整个御书房变得很安静，皇上脸上的表情很耐人寻味，看不出喜怒，也看不出他的意愿。靖王所说之事让朕有点为难呀。朕早就答应过清歌会为他同云玉赐婚，想必靖王也有所耳闻。清歌对云玉情根深重，现在让他娶安阳公主，朕想必他不会答应，更不可能说让朕答应你的请求。如若让他知道朕将云玉赐给你，恐怕会闹得整个上京鸡犬不宁啊。皇上，您现在还没有为大殿下同云玉赐婚，大殿下作为永和王朝的皇子，为两国邦交理应做出贡献。朕当着文武百官承诺此事，金口玉言，不可反悔。这件事容朕想想，回头再给你答复。好，静回去等着皇上的答复。相信为了两国邦交，皇上知道怎么抉择对两国最好。说完，他站起来，对着皇上拱了拱手，这才大步走出御书房。皇上看着贺连静的背影，想到他刚才的提议，眉头紧紧蹙着，沉吟着这件事。父皇，外面传的那些消息可是真的？什么消息？你就是这样跟朕说话的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儿臣是生气，万没有不敬父皇的意思。不过是听靖王想娶玉儿为妃，这才想问清楚父皇可有此事。靖王确实跟朕说过此事，朕还在思虑当中。靖王不仅提议娶云玉为妃，还说过让安阳公主嫁给你，以全两国邦交。朕想了想，如若不考虑其他，这确实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。父皇，就算儿臣一辈子不娶妃，也不会娶安阳公主，更加不会让玉儿嫁到赫连国。儿臣已经向太师府下聘，上京所有人都知道儿臣与玉儿定亲的事，连父皇都在早朝答应为儿臣与玉儿赐婚。难不成父皇说话不算数？那上京百姓及儿臣以后如何相信父皇？朕是说过这样的话不错，只是靖王看上云玉，安阳公主中意你，你也知道他们来上京就是为了和亲，如果因为此事闹出不愉快，与两国邦交不利。父皇，我永和王朝泱泱大国，虽说和赫连国有邦交之约，却也不能因为他们国家的皇子公主而委屈我们呢。这和跟他们低头有什么区别？儿臣认为我们永和王朝比赫连国更加繁盛，就算他们想以和亲来结邦交之好，也是应该遵守我们的规矩，而不是强取豪夺。再说了，这次靖王同安阳公主强抢，父皇答应之后，万一以后他们变本加厉，看上父皇的妃子，那父皇当如何？
胡闹！你说话注意分寸。皇甫清歌不以为意地笑着。儿臣是否胡闹，父皇仔细一想便知。虽说他们现在没有觊觎父皇的妃子，但难保不会有这么一天，请父皇三思。罢了，此事朕还没有答应靖王，但是他们乃是远道而来的使者，若是直接拒绝也不妥。若是你们自己解决此事最好。如果靖王能够打动云玉的心，或者安阳公主能够打动你的心，朕就下令赐婚。好，父皇既然答应儿臣不会干涉，那就要做到。儿臣一定不会被安阳公主扰乱心绪，玉儿也不会。儿臣告退。皇甫清歌说完，直接一抱手，转身就走。他本来进宫打算跟父皇禀报刚才在十里亭的事儿，此刻也懒得说出来。这个赫连静彻底激怒他。皇上见他头也不回就走，脸色又开始板起来，骂骂咧咧的。这小子是越来越无理了。皇甫清歌直接从皇宫直奔县主府。向云阁，云玉静静坐在院子中，清河他们几人站在旁边，院子很安静。皇甫清歌突然翻墙进来，让气氛本就紧绷的院子一下子乱了套。谁？是大殿下。看着大摇大摆走来的皇甫清歌，他们三人马上扶了扶身，尴尬的退出去。不是让你不要翻墙进来吗？你看你都吓到他们了。皇甫清歌大步走到云玉跟前，轻轻将她搂入怀。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这一刻只想快点见到你。外面的传言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了，我进宫跟父皇理论过，父皇答应此事由我们解决，只要他不插手，这件事就好说。如此也好。好什么好？你是我的，我不过想好好与你在一起，却引来这么多人窥视，我定不饶他。清歌，他是赫连国的皇子，不管是他邻国皇子还是国王，敢打你的主意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硬碰硬，我会想办法。皇甫清歌想到不久之后的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云玉点头，没有说话，静静靠在他的怀中。这件事在上京越传越烈，大家都等着皇上的话。还没等来皇上的旨意，就看到赫连安阳一大早一脸张扬地来到大皇子府门前。去，给本宫敲门，本宫要进去给清歌送早膳。赫连安阳看着两名侍女，挑眉。是公主。公主。两人大步走到大皇子府门前，丝毫不客气，用力拍打大门。随着两名侍女用力的拍打声，大皇子府门吱呀一声被打开。安阳公主这是何意？一大早派侍女这般无礼敲打我家殿下府门，你可知这在上京是不敬皇族的罪名？哈哈，你这话严重了。本宫心悦你家大殿下，又怎么会不敬呢？不久之后，本宫就会嫁入大皇子府，今日来不过是提前进府熟悉一下。公主请留步，我家殿下交代过，所有女子不得进入府邸大门，以免到时候云姑娘生气。不错，我家殿下说了，以后要迎娶云姑娘为正妃，成亲之前所有女子不得入内，以显示对云姑娘的重视。安阳公主也是女子一列，请不要为难小的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本宫是赫连国的公主，还从来没有人敢拦着本宫。本宫是赫连国的公主，还从来没有人敢拦着本宫。本宫来上京和亲，中意你们家大殿下，本宫要嫁给他，你们让开，本宫要进府。正当大家目瞪口呆之际，大皇子府的大门再次被打开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既然你是赫连国的公主，就回赫连国撒野去，不要留在上京胡来。还有，本宫从来没有说过要娶你，以后不会有这个可能。如若你无人迎娶，本宫倒不介意为你举荐几个人。庆哥，皇兄已经向皇上道明一切，皇上正考虑着为我们赐婚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你难道不知父皇说了不会理会此事，全凭我们做主？本宫对你没有任何感情，更谈不上娶你。如若安阳公主还有身为女子的矜持，就识相点，赶紧离开，不然本宫当着上京百姓的面驱赶你，可就不好看了。哼！我中意你而已，你又何必这样说我？本宫不中意你，这话本宫不想听你说第二遍，本宫都替你丢人。哼！我不会忘记的。说完，他转身推开自己的侍女，委屈跑开。哎，大家快看，那个小厮是不是靖王身边的人啊？没错，你看他的服饰跟我们明显不一样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。他来这里肯定是找云姑娘的，看来是有热闹看了。大家的眸光很亮，说话的瞬间，那名小厮已经来到门前，一脸恭敬地敲了敲门。不多时，县主府大门被打开。你是谁啊？小的是靖王爷身边的随从，应靖王爷之令前来给云姑娘送来赫连国特有的产物。他说着，将手中的木盒子恭敬地递上前来。这是我们赫连国特有的紫檀木，里面装有一颗夜明珠，有养神静心之功效，
乃我赫连国的贡品。晋王爷特意嘱咐小的送到云姑娘手中，请小哥代为转送。这个礼你收回去吧，我家主子不会收的。小的只是应我家殿下之令前来送礼，现在外面传言，想必小哥也有听闻。到时候云姑娘会不会成为我家殿下的正妃，还未可知。小哥何不进去通传一二？守门小厮一脸犹豫，想了想，私家小姐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。门小厮一脸犹豫，想了想，私家小姐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，只好点点头，抱着木盒子入内去通传。靖王随从勾唇一笑，转身就走。在场的百姓看着这一幕，再次惊讶连连。绛云阁中，小姐啊，靖王送来赫连国的贡品给小姐。他将刚才随从说的话一五一十说出来给云玉听。将这份礼送回去，还要让外面的百姓知道这事。是，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青梅不带一丝犹豫，拿着紫檀木盒子转身就走。小姐，这靖王的动作可真快。小姐，这靖王同安阳公主就像说好一样，两人同时行动，若是再这般闹下去，于小姐的名声也不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们闹他们的，我们只要不理会，百姓们也不能说什么，久而久之，靖王他们自会感到无趣。李嬷嬷，等会儿你吩咐府中上下，凡是靖王送来之物，全部都不要理会，最好当着百姓的面，让大家看到我们不收靖王的礼，这样大家就无话可说。如若再有下次，就跟那名随从言明，我已经同大皇子殿下定亲，他们这样的作为，犹如我的名节。这一日，风和日丽，晴空万里，正适合为期几天的皇家狩猎。云玉身穿一套浅色的骑马装，走出绛云阁。当他走出府门时，赫连静已经在等候在那里。玉儿，请靖王爷注意分寸，小女已经说过很多次，与殿下无缘，还请殿下注重礼节。玉儿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正好我也要去皇家狩猎场，我才来接你一同前去。靖王，府中已经备好马车，不劳烦您。你不答应我接你去皇家狩猎场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你看看现在这么多百姓在这里看热闹，我倒是无所谓，你且想想。他的眉眼带笑，这些天他派人仔细调查云玉的事情，知道他注重礼节，最不喜让人看热闹。正当云玉生气，大家猜测着云玉会不会跟着靖王去皇家狩猎场之际，一道熟悉的嗓音传来：不劳烦靖王在此等候，本宫的未来王妃自是由本宫从旁护着。皇甫清歌急匆匆赶来，一脸霸气，将云玉护在身后。我忙完所有事，马上赶来了。云玉自然明白，点了点头。皇甫清歌这才斜眸看向赫连静，脸色骤然变了。靖王真是好闲情，靖王真是好闲情啊！有这个时间来这里等着我未来的王妃，还不如准备好等会儿如何应对皇家狩猎。大殿下每回的动作都这么慢，再这样下去，说不定哪回时间不等人呀。哼，放心，不会有这么一天的。靖王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皇甫清歌对着赫连静挑衅地拱了拱手，冷笑一声，在大家的注视下坐上马车。每年的皇家狩猎，朕最是期待。今年有靖王同安阳公主参加，正好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王朝的风采。皇上的话音刚落下，就见到赫连静站起来，他往前走了2大步，来到正中间，看着众人拱了拱手。有幸参与永和王朝的皇家狩猎，是本王同安阳的荣幸。趁此热闹，本王有一个想法，正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。他大步转身，目光落在皇甫清歌红色的身影上，眸光一眯。本王要挑战你们的大皇子，通过这次狩猎来一比高下。如果本王赢了，大皇子就放弃云姑娘，将她拱手让给本王，改而娶安阳为妃。大皇子殿下，你敢不敢应？皇甫清歌好看的眸子眯起来，眸中尽是冷意，没有回答赫连静的话。安阳也同意皇兄的话，安阳钟情于大殿下，想要同云姑娘一争高下。如果安阳赢了云姑娘，还请云姑娘放弃大殿下，将她让给安阳。大家的眸光有意无意落在皇甫清歌同云玉的身上，好奇他们会如何回答。不管他们如何回应，此事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个提议不错，我们永和王朝乃是泱泱大国，不可能不敢迎战的。这传出去，让人如何想我们？德妃娘娘的内心深处也满是得意，冷哼一声，也笑着附和：不错，增加点乐趣，想来今年的皇家狩猎会更加有意思。两位姐姐这话说的，大殿下同玉儿本就是两情相悦，已经定亲了，就算没有此事啊，也会好好成亲。现在却为了这个比试拿自己的感情冒险，这事说到底呀，都是大殿下同玉儿吃亏。哎呀，也就两位姐姐觉得有意思，若是发生在你们的皇儿身上，不知会不会觉得也有意思呢？
这事说到底呀，都是大殿下同玉儿吃亏。哎呀，也就两位姐姐觉得有意思，若是发生在你们的皇儿身上，不知会不会觉得也有意思呢？本宫的泽红年纪尚小，本宫还无法有这样的体会。本宫的和硕倒是年纪适合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婚配的对象，本宫也无法体会。说起这事来，大殿下已经有了婚配对象，我家和硕也该为他张罗了。德妃娘娘说着，看向皇上，眸光满是深意。皇甫清歌突然笑了起来，斜眸看着贺连江，一脸不屑。本宫与玉儿已经定亲，你说说看，本宫为何要答应你？袁玉双手从容，相握在腹前。臣女也想不到答应的理由。正如淑妃娘娘所言，感情之事岂可用比试来冒险？自古以来有抛绣球招婿，或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再者，光宗耀祖者能得到皇上赐婚，竟认为今日在众人的见证下，以狩猎定输赢来赢得家园，也是一方美谈。大殿下这般抗拒，莫不是害怕输给我？大殿下这般抗拒，莫不是害怕输给我？靖王就是这般自信，能够赢得本宫。既然靖王有这个想法，清哥，你是否应战？可以，儿臣就让他心服口服。那好，朕做主，今日的狩猎男女为一组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谁的猎物最多，谁就赢。时间为1个时辰，其中靖王同清歌互相比试，且看谁能赢得比试，最后赢得好姻缘。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，输掉这场比试，以后都不要纠缠玉儿。你想多了，本王必定不会输。云姑娘，本王赢定了。齐之晨同沈淑柔迎面驾马而来，他的目光一直落在云玉身上。玉儿，原来你的骑射这么好啊！你的骑射是何时练成的？这似乎不关齐将军的事。齐将军的记性也不大好啊。要本宫与你重复一遍，玉儿与你没有关系吗？夫君没有其他意思，既然我们一同出现在这里，不如我们一起狩猎吧，也算有个照应。齐之晨一直看着云玉，听见沈淑柔的话，轻轻点头。皇甫清歌的脸色却难看起来。我们不愿，不要跟着我们。行了，现在是狩猎，本就是论输赢，我们同你们不是一个队伍。听闻你们同靖王爷正在比试，我们跟着也可以帮帮你们。本宫说了不愿。皇甫清歌这才回头看向云玉，点点头，两人骑马往前走。他们往前骑几步，齐之晨同沈淑柔就紧跟在后面。皇甫清歌忍无可忍，转头看向他。齐恒，您若再跟着我们，就不要怪本宫对你不客气了。大殿下这话说的，这里本就是狩猎场，我往哪里走，难不成还要跟殿下禀报？再说了，殿下同靖王爷的比试，我实在担心你无法做到，跟着看看不妨碍吧。清哥，不要理会他们，既然他们想要跟着，那便跟着好了。云玉突然转身，冷脸看着沈淑柔，他突然从马鞍上抽出来2支箭，对准沈淑柔的方向射出。沈淑柔吓得瞪大了眼睛，救命啊！随着沈淑柔的声音落下，云玉发出的利箭瞬间落在沈淑柔身侧的2只猎物身上。齐大奶奶还是不要跟来为好，不然我不敢保证这箭。赫连安阳的脸上保持着不满的神色，对于赵伟跟在自己身边很是不满。赵伟摸了摸鼻尖，有些无奈。他知道安阳公主不喜自己，所以不会自讨没趣往前去遭她的嫌弃。只是在他抬眸的瞬间，突然见到安阳公主正前方出现一条绿色的蛇。安阳公主，不要动！赫连安阳停下来，你有什么能耐，敢命令本公主？不要动，你前面有毒蛇。哼，毒蛇在哪里啊？不要随口就来。他丝毫不以为意，正准备前行，抬眸的瞬间，突然见到自己面前出现一条3指粗的青蛇，从枝丫上倒挂下来，正对着他吐着蛇信子。青蛇咻一下飞快向着赫连安阳扑来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赵伟已经从马背上一跃而起，向安阳公主扑去。在青蛇咬上赫连安阳之前，将他扑倒。他转身发出一箭，青蛇被赵伟的利箭钉在大树上。赫连安阳这才回过神来，你被蛇咬到了。赵伟点点头，麻烦安阳公主帮我将匕首拿过来。赵伟的气息很虚弱，说完这句话，马上用嘴对准牙印，用力吸出毒汁。你怎么样啊？赵伟摇摇头，接过赫连安阳递来的匕首，将上面发黑的肉削落在地。你怎么样啊？不要吓我！劳烦安阳公主将我送回去。
话音落下，赵伟瞬间晕了过去。来人啊！快来人！救命啊！赵伟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没有本宫的命令，你不准晕！很快，从四周走来4名侍卫。赶紧的，小的这就将赵大人送回去。2名侍卫抬着赵伟上马，驾的一声，火急火燎地往回赶。安阳公主，您可有哪里不适？小的送您回去。我没事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是赵伟受伤了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慢呀？他要是有好歹，为你们是问。我要回去看看他。说着，赫连安阳再也顾不上其他，着急驾马跟了过去。皇上，看来今天的收获不错啊，大家的马鞍上全都是满满当当的猎物呢。不错，看来大家今日有口福了。皇上可不只有口福，还有靖王爷同大殿下的赌注，不知道会是何结果。我说姐姐，这事儿好像不关你的事儿吧？靖王又不是同6殿下有赌注，为何姐姐这般的操心呢？是不关臣妾的事，只是这事啊，关乎着我朝同赫连国的交好，臣妾自然也是要关心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别的意思，淑妃妹妹这般说的话，臣妾心中难受。皇上，臣妾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是姐姐想多了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们都是无意。不说这话啊，我们看看大家的收获怎么样，回头让人烤一只最大的兔子腿给你啊！齐将军捕获很多猎物呀，不愧为大将军。不光齐将军的收获颇丰，安将军也不错，还有骆世子、赵副将军，同齐将军一样的数目。哎，大家快看，靖王爷回来了！靖王爷的收获也很多呀，靖王爷第一，比齐将军同骆世子多了5只猎物，太厉害了！全都是靖王爷一人射杀这么多猎物。大皇子殿下同云姑娘还没有回来，还有1刻钟不到，时辰马上就要到了。如果他们再不回来，就算捕猎的猎物最多，也算输啊！大殿下同云姑娘回来了。皇甫清歌同云玉正策马赶回来，2人并驾齐驱，他们越发觉得大殿下同云姑娘很般配。皇上您瞧，臣妾觉得大殿下同玉儿真乃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皇上看去，笑容依旧。皇甫清歌同云玉已经策马回到大家的跟前，看着他们2人满满当当的背篓，不用清点数目，就知道这次狩猎会是谁赢。哎呦，想不到云姑娘不仅满腹才华，骑射也这么厉害。没错，大殿下同云姑娘的背篓都那么多，这次狩猎一定是他们第一。小太监终于清算好，面对皇上回禀：启禀皇上，这次狩猎比试，大殿下同云姑娘第一，靖王爷同骆姑娘第2，齐将军同齐大奶奶第3。皇甫清歌一脸慵懒地看着贺连静，笑道：靖王，现在结果已出，你输了。根据一开始约定，你要遵守自己的诺言。说起来，这回还多亏玉儿，我们才能取得第一。听着这话，贺连静冷哼一声，转身爽朗地对着皇上抱拳：皇上，竟输了，愿赌服输。好，既然比试结束，大家都坐下吧。想必你们也累了，等会儿好好品尝大家辛苦狩猎回来的猎物，此时好好歇息。今日是狩猎的日子，本来就是高兴热闹的事，不要想着输赢，大家尽情享乐。朕让你们好好踢蹴鞠，你们就是这样踢的。清哥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发生这样的事，大家都是看到大皇子将蹴鞠踢到淑妃娘娘面前，这才导致淑妃发生这样的事。如果淑妃娘娘难产或者发生什么好歹，大皇子难辞其咎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害淑妃娘娘的意思，刚才踢得好好的，突然儿臣的右腿被硬物击中，这才会踢错方向，导致发生这样的事。说着，他将右边裤腿当众撩起来，大大咧咧露出白皙修长的小腿，直至膝盖的位置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膝盖左下方青紫一片。贺连静眯起眼眸，双手收紧，他没有想到皇甫清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拉起裤摆。在他看过去的瞬间，皇甫清歌也刚好看过来，2人的眸光在空中交汇，瞬间发出浓浓的火药味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仔细说来。刚才儿臣就要踢进蹴鞠，却遭到了这样的暗算，这才会让淑妃娘娘受惊。儿臣专注着踢蹴鞠，没有看到身后是何人，大家可是看得很清楚。且说说，有没有看到是何人将硬物踢到我的腿上？到底那人是不想儿臣踢中蹴鞠，还是有其他居心？大家刚才看得真真切切，落在大皇子身后的只有4人，分别是靖王、齐志臣、骆浩轩同皇甫和硕。可有人看到是谁踢的大殿下？全场变得很安静，
大家纷纷低下头来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。正当这个时候，景公公躬身走到皇上跟前，低声禀报着。半晌，景公公禀报完后退一步，低着头，看不到他的神情。皇上脸上的表情明显添上不少怒火。靖王爷、齐志臣、骆浩轩、何硕，你们4人站出来。儿臣在。4人一脸恭敬地看着皇上，等着问话。朕听景公公说，刚才就是你们4人站在清歌的身后。父皇，儿臣刚才是在皇兄的后方，只是儿臣专注蹴鞠比试，没有留意到这等细节。儿臣没有踢硬物到皇兄的身上，也看不到是何人。齐志臣紧接着上前回禀皇上，微臣同3殿下一样，刚才只专注于踢蹴鞠，没有看到是谁踢中大殿下。微臣也没看到。贺连静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看来，回禀皇上，靖刚才只顾着看大殿下，着急之下也只顾着奔跑，没有看到是谁踢出硬物。正当大家想着皇上如何决断时，一名太医急匆匆走出来禀报：皇上，淑妃娘娘难产，恐怕有危险呐！景公公，你来查清此事。说完，他转身大步往后方走去。老奴遵旨。有劳太医，你仔细看看大殿下的伤。闻言，太医半蹲下来，仔细检查皇甫清歌的伤势，半晌，才抬起头来看着景公公。老臣检查清楚了，大殿下的伤确实是外来的硬物撞击所致。不知太医可否根据这个伤势判断出硬物是从哪个方向过来？话落，所有人的眼神很微妙，就连太医的眼神也微妙起来，带着几分犹豫。太医，你能不能判断出来？如若不能，在场还有其他太医，咱家还可以叫其他太医看看。这可是皇上吩咐下来的事，如果连这么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若是让皇上认为咱们无用，那就麻烦了。皇后娘娘闻言，看着太医说了一句：景公公所言在理，既然皇上已经发话，太医你务必配合好此事。老臣且试试看能不能判断出来。说着，一脸认真地检查起来。不用等多久，太医抬起头来，眸光复杂地看着贺连静。臣刚才仔细看了大殿下的伤口，按照伤势的情况，硬物应当是从殿下的左后方射过来。按照伤势的情况，硬物应当是从殿下的左后方射过来，才会造成这样的形状。按照太医所说，这人可不就是靖王吗？不知道哪个文官低声说了一句，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。靖王，这事你怎么解释？本宫知道刚才的蹴鞠比试是本宫赢的最多，但是你也不必为了这等小事陷害本宫吧？本王不知道大殿下这是何意，虽然本王也想赢得蹴鞠比试，却不会用这样的手段。太医说出此话，是说本王谋害大殿下或者淑妃娘娘，本王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想挑起两国纷争？微臣没有这等意思，不敢随意污蔑靖王爷，只是……太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后面的话说不出来，这就是他刚才犹豫的原因。太医这话是何意？难不成我们远道而来就是谋害贵国的皇子贵妃来了？这不是污蔑是什么？这事本公主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凭什么你们就可以这样污蔑皇兄？微臣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安阳公主，请听微臣说。说什么？你们都怀疑皇兄，这事不能就此算了，必须证明皇兄的清白。本王同安阳还有几日就要回赫连国，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两国邦交来和亲的，现在这件事却没有着落。本王见皇上最近大喜，国事繁重，想必不记得此事，这才进宫来提醒皇上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到你们回国的日子，朕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我国才女贵公子数不胜数，不知靖王有何想法，但说无妨。皇上也知道本王中意云姑娘，只是云姑娘心中有主，本王也不可强求。为了两国邦交，本王心中有一个更加合适的人选。哦，这个合适的人选是谁呀？四公主皇甫琼安。四公主乃是永和王朝的公主，本王乃赫连国的皇子，我俩和亲对两国都有极大的好处。加上这几日本王仔细想了想，四公主冰雪聪明，模样俏丽，比这云姑娘也不遑多论，本王心中也很是喜欢，请皇上成全。皇上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起来。靖王可否换一个人选？皇上，一开始本王中意云姑娘，考量到她跟大殿下在一起已经放弃，现在中意四公主，实在想不到皇上有什么理由拒绝。难不成皇上不想我们两国和亲？如若是这样，本王今日就打道回国，跟父王言明一切。倒不是朕不同意，而是贤妃就只有四公主一人留在她的身边。皇上，为了两国邦交，想必贤妃娘娘也明白其中的大义。再说，据本王所知，皇后娘娘也只有大公主一个女儿，
大公主也和亲嫁给本王的皇兄，为何贤妃娘娘的四公主就不能和亲呢？这似乎与皇后娘娘不公啊！而且不光永和王朝为和亲做出努力，我赫连国也是一样。安阳也是我赫连国柔贵妃唯一的女儿，深得父王喜爱。父王同柔贵妃都愿意为了两国邦交让安阳来和亲，皇上这般迟疑，让本王看不到贵国的努力呀。本王也不是三心二意之人，这心里就只容得下2个女子。如果四公主贤妃娘娘无法割舍，那不知大殿下是否愿意割舍云玉？皇上的眉头蹙着，从贺林静一开口就知道他心中的想法。景公公听着胆战心惊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在皇上面前耍心眼。这个靖王不简单。贺林静一直看着皇上，等着他的回复。他的心由始至终都只是想要云玉。既然光明正大同皇甫清歌比试赢不了，那他不介意耍点手段。容朕好好想想此事，再给你答复。贺连江拱了拱手，拜别皇上之后，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。降云阁，小姐，照理来说靖王求娶四公主是好事，您为何愁眉不展的？清河马上看着他，你忘了一开始靖王为了我们小姐闹出多大的动静？你以为靖王会在这几日马上变心中意四公主？你这样说，靖王到最后想要求娶的女子还是小姐？清河一脸隐晦的点点头。哦，天啊，这靖王的心思也藏得太深了，竟然想到用贤妃娘娘来逼小姐。还没有听到自家小姐说什么，突然员外侍女急匆匆走来。小姐，贤妃娘娘传您进宫。靖王进宫求娶四公主的消息刚传出来，贤妃就传小姐进宫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元玉终于抬眸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回话，就说我马上就来。侍女点点头，马上应下，转身往外走。元玉这才看着他们三人嘱咐：青梅，你去大皇子府将此事告诉管家，另外在外面打探一下上京的风向。清河，你随我进宫。青莲，我有一事让你去做，你附耳过来。元玉低声对着青莲嘱咐了几句，青莲连连点头，眸光越来越亮。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做好。元玉在嬷嬷的带领下，终于来到贤妃娘娘的宫殿。云姑娘已经到了贤妃娘娘的宫殿，您就直接进去即可。至于这位姑娘呢，就跟老身等候在这里吧。玉儿明白。元玉挺直背脊，一步步走入宫殿。玉儿拜见贤妃娘娘，愿娘娘康体健安。云姑娘不必多礼，快起来，自坐。多谢贤妃娘娘。难怪让大殿下同靖王相争，本宫今日一见，才知道云姑娘的美名比才名更出众。难怪让大殿下同靖王相争，本宫今日一见，才知道云姑娘的美名比才名更出众。如果本宫是男子，也中意云姑娘这样的女子。贤妃娘娘才是风华正茂，玉儿不过是蒲柳之姿，哪能担得起美名？云姑娘心思聪慧，能说会辩，本宫就直接跟你说了吧。今日本宫让你进宫来，相信云姑娘心中已经猜测到一二。本宫膝下只有琼安一个女儿，若是让她和亲嫁到赫连国，那是要本宫的命。本宫知道靖王中意云姑娘，本宫只请云姑娘帮着一个忙。往后太师府有何需要到本宫的，本宫必定竭尽全力。贤妃娘娘，臣女与靖王爷一点都不熟悉，不管从礼节还是身份，贤妃娘娘的请求，臣女都帮不上忙，还请贤妃娘娘不要为难臣女。闻言，贤妃娘娘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暗淡下来，强撑着平静。贤妃娘娘，靖王现在只是有这个提议，皇上还没有答应下来。贤妃娘娘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暗淡下来，强撑着平静。贤妃娘娘，靖王现在只是有这个提议，皇上还没有答应下来，您不必太过担心。如若贤妃娘娘真不愿四公主嫁到赫连国，何不将自己的想法告知皇上？能够决定这件事情的是皇上。皇上？本宫可以同皇上说。娘娘何不试试？据臣女所知，皇上对娘娘也是很看重的。如若您跟皇上说此事，想必皇上会答应的。本宫知道了，这件事本不该为难你，是本宫已经想不到好的办法，这才想到召你进宫。此事事关两国邦交，琼安如果能够给两国邦交带来好处，这就是她作为公主应该做的事。皇上又怎么会理会本宫的想法？你的提议，本宫会好好想想。你回去吧，你与大殿下两情相悦，本宫不该为难你。说着，她缓缓站起来，步入内殿。
小姐，小姐，奴婢回来了。袁玉抬眸看去，本来蹙着的眉头因为青莲这欢快的声音而舒展开来。小姐，您让奴婢去做的事情办好了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奴婢不过是花了一点点的银两，就打探到了洛姑娘的消息。果然如小姐猜想的那样，洛姑娘听到靖王求娶四公主之后啊，这今日一整天她都没有进过食。奴婢听闻送去她院中的膳食，全部原封不动的送了回来。青莲此事做得不错，现在你再出去一趟，为我送一张请帖到靖安王府。当初答应洛姑娘相邀她出府相聚，你去递请帖的时候就以这个为由头。小姐放心，奴婢知道怎么说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青莲拿着书简转身就跑。清河笑着看向云玉，低声问：小姐，洛姑娘会答应吗？她一定会答应的。话音落下，突然从墙头传来异响，云玉同清河同时回头看去，正好看到皇甫清歌从墙头跃下来。怎么不从正门进来？这样更加方便。贤妃娘娘让你进宫了？不是什么大事。贤妃娘娘可有为难你？没有，贤妃娘娘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必你比我更清楚。她也就是担心四公主，不想让她远嫁。靖王趁着我不再上京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就是想逼父皇。我不会就此罢休。此事我想到了一对策。有何对策？洛清婉，只是能不能成事，还是要看明日与她相见再说。皇甫清歌的眸光微深，略一思量，也就明白其中深意。好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告知我。上回十里亭相见，早就想要邀你出来，拖到今日，今晚可有怪我？清婉怎么会怪玉姐姐？听闻玉姐姐邀我出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清婉，其实今日我想邀你过来香明阁，是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玉姐姐有事请说。最近有一事困扰着我，便是靖王爷和亲之事，不知清婉有没有听过，如何看待此事？这事儿清婉没有留意，玉姐姐突然问起，清婉也不知道如何说。清婉，我把你当做姐妹才直说，我觉得你同靖王颇有缘分，十里亭同皇家狩猎都是一个队伍，不知是我多想，你们俩有没有这个缘分呢？靖王爷那般霸气的男子，又岂会看上清婉？他中意的是玉姐姐。清婉，我与靖王爷是没有可能的，我同大殿下已经定过亲，这件事情不仅是强求，更是难事。现在靖王将眸光转到四公主身上，贤妃娘娘更是不愿四公主嫁到赫连国，这件事困扰着我们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。我也只是突然想起你与靖王有缘，这才想要询问你的意思。闻言，洛清婉一脸惊讶地看着云玉，没有想到自己谨慎如斯，还是让玉姐姐发现了自己隐藏在心底的想法。玉姐姐，这事千万不能做主。云玉见她这般，附耳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。洛清婉整个人呆在原地，眸光复杂地看着云玉，脸色爆红。玉姐姐，清婉，我都懂，你这并不是与理不合。若是你对靖王有意思，不如回去跟靖安王妃说说。洛清婉深深看着云玉，原本羞涩和不安的心，在云玉的话音下，渐渐变得坚定起来。第二天下午，传来靖王妃相约的消息，靖安王府相邀赫连国使者及上京各世家公子小姐前来相聚，有欢迎赫连国使者之意。这是云玉第二次进靖安王府赴约，她被直接带到靖安王府后花园，才发现后花园异常热闹。玉姐姐，快来看看这些大鹅，可好玩了！母亲不知从哪里寻来了一群大白鹅，这些大白鹅不仅能够浮在水上，还能对着人嬉戏，可有意思。靖安王妃有心了。云玉的眸光往远处看，正好看到赫连安阳也在此处，看着一群大白鹅哈哈大笑。靖安王妃好细心，许是为了欢迎靖王爷同安阳公主寻来这等稀罕大鹅，正好我们平日也见不到此物，我们也借着安阳公主的光去开开眼界。在我们赫连国确实没有见过大鹅，还是这么优雅有趣的大鹅，安阳也是首次见，应该说借了靖安王府的光才是。我们都借了光。安阳公主，玉姐姐，你们说什么借不借谁的光，我也是第一次借，该是我借了你们的光才是。玉姐姐，安阳公主，大鹅往莲池去了，莲池有可以让人采摘摘梨之处，我们到那处去，能靠近观赏大鹅。赫连安阳同云玉笑着连连点头，快步跟了过去。洛清婉欢快的声音远远传来，赫连静的目光一开始落在云玉的脸上，却在不知不觉间缓缓移到洛清婉的脸上，看着她巧笑倩兮的目光，他一时之间无法移开目光。赵伟也时不时看向远处。我也是第一次跟靖王爷坐在一处，难得今日没有公务，可以好好尽兴。
上回救安阳的事，本王还没来得及谢你，幸亏有你在，不然安阳的脸怕是毁了。如若这般，本王回到赫连国无法跟父王交差，多得有你。啊，这都是举手之劳的事，换做其他人见到公主当时的情况，也是会救的。晋王爷无需多言。赵伟的眸光偷偷落在赫连安阳的身上，脑海中回荡着醒来听到最多的话。赵大人，在您昏迷期间，安阳公主一直守着您。赵大人，安阳公主照顾您很用心，赵大人舍命相救安阳公主，也算是值了。赵大人，你觉得安阳如何？他突然问出此话，让光顾着看赫连安阳的赵伟毫无防备，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安阳公主挺好的，为人坦率，长得又好看。赵大人，如果你对安阳有意思，本王有办法。晋王爷，在下不敢对安阳公主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想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你若真的对安阳有意思，如果连努力都不敢，确实没有这个资格站在他的身边。你若真的对安阳有意思，如果连努力都不敢，确实没有这个资格站在他的身边。我们赫连国不管男女，都勇于争取自己的感情。晋王爷，这里是永和王朝，与赫连国还是有点区别。我朝注重礼节，对于女子的名声更是注重。如若这般谈论一个女子，是对女子不敬的行为。勇敢追求自己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是追求一份不属于自己的感情，那就另说了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情是原本就该如此的。我勇于追求自己的情感，到最后如果终成眷属，以后又有谁会说这不是属于我的良缘呢？赫连静的声音落下，突然站起来，大步往那群女子的方向走去。既然赵大人不想争取自己的情感，本王去争取自己的。赵伟一怔，一时无话可说，他也赶紧站起来，跟在赫连静的身后。就在他们两人往前方走去时，远处洛清婉他们已经走到莲池。玉姐姐，安阳公主，你们看，大鹅游过来了。洛清婉看到这一幕，回头看向后方，在看到赫连静同赵伟走来时，他突然看着云玉他们。还可以往前去看看，我引他们过来。还可以往前去看看，我引他们过来。清婉，前方危险，不可再前。洛姑娘，现在天色渐凉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洛清婉回头看着他们，眸光看着那道身影越来越近，他的眼底深处也越来越坚定。无妨，这里是我们王府平日下人采莲的落脚点，不会掉落下去的。说着，他转身再往前一步，就在他迈出去2步之时，突然脚下打滑，直接往前栽。啊！洛清婉的惊呼声传来，在水中扑腾几下，越来越远。洛姑娘掉进水里了，快来人啊！他们两人转身大喊，眼里满是惊慌。回头的时候，看到赫连静同赵伟正好走过来。靖王爷，赵公子快来，青婉掉到水里了，现在天色渐凉，青婉落入湖中有危险。我马上去救洛姑娘。赵伟顾不上其他，心中只想着救人。还没等他走出来，赫连静没有一丝犹豫，几个大步快速往前冲，直接跳入湖中。扑通一声，巨响传来，几个呼吸的时间，赫连静已经抱着浑身湿漉漉的洛清婉浮出水面。赫连静深深看了云玉一眼，头也不回，冷着脸大喊：传符意，带路！多谢靖王对清婉的相救，靖王浑身湿透，如若靖王不嫌弃，你我的身形差不多，府中有许多我的新衣，靖王去换下吧。如果他小心点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赫连静的话语尽显对洛清婉的不满。说完这句话，冷着脸跟在小厮的身后离开。赫连安阳有几分尴尬，眸光转向侧方，正好看到赵伟站在一旁。你随我来。说着，脸上有几分怒火，大步往外走去。安阳公主，你让我来有事？赫连安阳猛地转过头来，一脸怒火地看着他。安阳公主，是我做了什么事惹你生气了吗？你还知道你惹本公主生气啊？你说，刚才你是不是打算跳入湖中去救洛清婉？当时洛姑娘情况危急，确实应该相救。我这样想，难不成有错？是不是看见有姑娘发生危险，你都会舍身相救？就像上次你救我那样？也不是。不是？怎么不是？刚才你不是想跳下去救洛清婉吗？你们永和王朝是不是有规定，男女授受不亲？要是你跳下去救她，是否要对她负责？你说说看，你是不是想娶她？我没有，当时情况危急，你不是也看到了吗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想救人。你没看到皇兄已经准备去救了吗？有皇兄在，根本用不了你。我最后不是没救成吗？安阳公主，你这么大反应，这是为何？关你什么事？怎么可能不关我的事？你且说说看，刚才为何这么大的反应？
是不是担心我和洛姑娘有牵扯？我是何意，你不懂吗？你这个呆子！赵伟的脸上大喜，这次再也顾不上，一把扯过安阳公主的手。一直以来，你追着大皇子跑，我是从来不敢想自己这么幸运。安阳，你能告诉我，你对大皇子还保留那样的心思吗？人家那时候是不懂，才追着皇甫清歌跑，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了。你不是也看到了吗？还有人家说多清楚啊！那你告诉我，你的心中现在是否有我？如果有，我马上就向皇上亲自赐婚。那你的心呢？我有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被你吸引，但是我从来不敢把这个想法表露出来，只敢把这个想法深藏心中。安阳，我中意你。赫连安阳羞涩的抬眸看着他，缓缓依靠在他的胸膛，娇羞道：“还用我说吗？我要是不在意你，又岂会生气你就落清婉？”赵伟的脸上勾起一抹惊喜的神色，怎么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心。靖王，借一步说话。贺林静沉着脸大步往前，两人走到长廊的尽头。不知靖王可知道我们永和王朝的规矩？在我们王朝，男女有别之礼甚严，如果女子的肌肤被异性碰到，就要对她负责。虽然这次落水是清婉的责任，但是上京各大世家公子同小姐都看到靖王跳入水中将清婉抱起来，想必不用多久就会传入各大世家主母家主的耳中，恐怕对清婉的声誉有损。贺林静的脸色肉眼可见的低沉下来，眉头紧紧蹙着，很是不满。靖王爷，清婉是我靖安王府的大小姐，身份尊贵，现在发生这样的事，恐怕……还没等贺林静说完，靖安王同靖安王妃急匆匆走来。靖安王妃，您不用担心，清婉是个有福的姑娘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玉儿，傅仪进去很久了吧？怎么还不见出来？也不知道婉儿怎么样了。溥仪进去有一阵了，正在里面医治。溥仪一定会尽力的，没有坏消息出来那就是好消息。唉，今儿个好好的日子，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？都怪我！听说清婉是为了看那群大鹅，这才跌入湖中。如果不是为了招待靖王他们，我也不会弄来这群稀罕的大鹅，让我家清婉落了水。王妃，这事不能怪您，您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靖安王沉着脸，看上去很严肃。他缓缓转眸，目光落到贺林静的身上。靖王，你我都是有身份之人，本王就不拐弯抹角了。你救下小女，本王很感激你。但是当着众人的面，你抱着小女从水中出来，清婉毕竟是姑娘，其他世家必定有看法。你说该怎么办？从靖安王的脸色及语气听来，似乎准备让贺林静负责。罗浩轩闻言有几分尴尬，赶紧低声在自己的父亲耳边说清楚缘由。谁知靖安王的脸色依然沉着，冷哼道：清婉是靖王相救不错，但是当着众人的面被大家看到他浑身湿漉漉的被靖王抱在怀中，已经于他的名声有损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清婉是靖王相救不错，但是当着众人的面被大家看到他浑身湿漉漉的被靖王抱在怀中，已经于他的名声有损。原本我们靖安王府就有属水性的婆子，如果是婆子下水救清婉，倒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。现在靖王下了水，这事儿就不一样了。往后上京，还有谁愿意娶清婉？靖王，你身份尊贵，但我家清婉也是靖安王府的嫡大小姐，与你婚配也算是门当户对。靖王且看如何？靖安王的声音很大声，闻言，贺林静的眉头紧紧蹙着，沉着的脸色让人一眼看出来他的心情很不悦。靖安王府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？贵府大小姐乃本王相救，你们不答谢，反而一来就出口逼迫本王迎娶骆大小姐，这是何规矩？正当靖安王准备爆发出自己的不悦之情，客房门适时打开，溥仪一脸恭敬地走出来。回禀王妃，大小姐无碍，刚才经过老夫的救治，已经醒来，她现在想见王妃。靖安王妃脸上一喜，马上抬步迈进客房。王妃脸上一喜，马上抬步迈进客房。长廊处的三人闻言，也快速走到跟前来。靖安王的脸色好了不少。清婉确定没有大碍了？回禀王爷，现在天色渐凉，大小姐虽然被救起来，但是在水中泡得太久，加之身子骨较弱，还染了风寒，需要好好吃药才能调理好身子。那就赶紧给清婉开方子。王爷请放心，小的已经让药童回去煎药。大小姐醒来之后，
今日不要让大小姐受到刺激，不然会影响她的恢复。靖安王沉着脸点点头，赫连静的眸光一直落在房门上，能感觉到他的不悦。不稍一会儿，房门重新被打开，靖安王妃走出来。靖王爷，青婉已经醒来，他感谢靖王爷相救，特让我来传话，不需要靖王爷负责。府中还有许多事招待不周，还请靖王爷多多担待，下回再请靖王爷相聚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赫连静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可以感觉到他在隐忍着不悦。就在大家以为赫连静会转身就走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他说道：“本王想进去见一见他。”靖安王夫妇犹豫半晌，终于点点头应下。为何跟你母亲说不用我负责？只要想到他不用自己负责，或者他想嫁给其他男子，他的心就窝着怒火。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情绪，让他的脸色好不起来。王爷让我怎么做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是累赘吗？在十里亭如此，在狩猎场如此，刚才落水还是如此。王爷现在进来这般问我，又是何意？你还是出去吧，我们这样独处一室，不合规矩。难不成我有说错你吗？如果不是我下水救你，你到此时还能躺在这里吗？那王爷不必委屈，靖婉以后都不会出现在王爷面前。我没有嫌弃你累赘，既然永和王朝有这样的规矩，我下水救你，我定会对你负责。我会向皇上请旨，将你赐给本王当侧妃，到时候同正妃一同进府。侧妃这个身份对于你靖安王府大小姐的身份来说，想必不会辱没你。赫连静理所当然地认为嫁给他当侧妃是洛清婉的荣幸。赫连静理所当然地认为嫁给他当侧妃是洛清婉的荣幸，丝毫不觉得说此话有何不妥。清婉不想当王爷的侧妃，也不需要王爷负责，请王爷出去。以本王的身份，侧妃对于你已经是最好的结果，你为何不愿？那玉姐姐呢？如果是玉姐姐，王爷是否还会这样大声说侧妃对她是最好的结果？王爷想将玉姐姐安置在什么位置？她是她，你是你，不可混为一谈。怎么，玉姐姐不能说，清婉就是比不上玉姐姐是吧？既然王爷心中只有玉姐姐，那清婉也不要王爷负责，以后清婉没有人娶或者出家当道姑，都不要王爷管，请王爷出去。你想清楚，本王今日回去之后再来说今日之事就难了。难不成你还不满足侧妃的身份？请王爷出去。赫连静的脸色铁青，从来没有女子敢这样违逆她。她怒气冲冲地转过身，大步往外走去。既然洛大小姐不需要本王负责，今日就当作没有发生任何事。本王还有事，先告退。话音还没说完，他已经怒火冲冲走远。胡闹！这岂是你们二人说不用负责就了事的？这事儿得经过本王的同意。你回来！赫连静丝毫不理会靖安王的叫喊，依然大步往前。既然洛大小姐都直接说了，愿意当道姑都不愿意本王负责，王爷又何必逼迫她呢？话语说完，他已经走到长廊的尽头。你看看他，这成何体统？我家清婉岂是他说不负责就不负责的？本王要进宫找皇上要说法。夫君，现如今还是先看看我们的女儿吧，其他的明日再说。话落，他脸色尴尬地看着云玉。玉儿，清婉已经醒来，你有心了。今日府上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招待不周，你看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忙，就不招呼你了。玉儿明白，意外之事不可预估，幸好清婉妹妹已经醒来，想必王爷同王妃还有许多事情忙，玉儿就不先打扰，先行告退。玉儿就不先打扰，先行告退。云玉从靖安王府离开后，心中一直想着这件事情。清河看不透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小姐啊，您说洛姑娘为何不愿意靖王爷负责？今日的事发生之后，想必对洛姑娘的名声有损，这样一来，洛姑娘以后想嫁个好人家，恐怕有点难啊。”如果清婉马上要求靖王负责，靖王定会认为他逼迫他，说不定事情会生变。但是清婉一开口就不愿让靖王负责此事，这件事反而会有转机。人只有在自己得不到的时候才会觉得珍惜，男子更是如此。且等2日看看吧，马上就是冬至了，按照赫连国出使的时间，冬至过后他们就会离开，留给靖王的时间不多了。想必他在冬至那日会给出答案。经小姐点拨一下，清河算是明白过来，心中不仅佩服自家小姐看得透，还有几分佩服洛清婉的勇气。不出1个时辰，洛清婉落水被赫连静相救的消息传遍整个上京。1日又过去，赫连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。
他的贴身小厮得到消息，急匆匆走进驿站，来到他的跟前，躬身禀报：主子，小的打听到洛姑娘的消息，听说她一天一夜滴水未进，也不见人。闻言，贺连静的脸色低沉，听到洛清婉不吃不喝，他的心堵着，上不去下不来，说不出来是何滋味。自离开靖安王府之后，他也没有吃喝，脑海中挥之不去洛清婉落泪的一幕。可听到他说过什么？洛姑娘没有说过任何主子的话。靖安王同靖安王妃呢？想到当日靖安王的威严，贺连静再次问道。他的心中存着一丝希望，竟然希望靖安王要求自己负责。小的听闻，靖安王妃准备在冬至的时候为洛姑娘说亲，好像说洛姑娘已经及笄，也是时候为她说媒了。这2日正在张罗这件事呢。他好生能耐，与本王有了肌肤之亲，竟还要和他人说亲。小厮马上低下头，不敢看主子的脸色。出去，出去！话落，小厮马上躬身跑出去，丝毫不敢耽搁。贺连静独自一人坐在屋内，脑海中不停反复想着洛清婉准备与他人说亲的事儿。转眼间就到了冬至这日，上京的冬至日迎来了今年首次下雪。一大早，银装素裹，白茫茫一片。每年的这一日，皇上都会宴请文武百官乃至各大世家进宫参加宫宴，有团圆之意。冬至的盛宴设在章华宫，皇上带着皇后同3大贵妃出现，宫宴正式开始。正当现场的气氛很热闹之际，贺连静突然站起来，抱拳看着皇上：皇上，靖有话说。靖王请讲。皇上，我们来上京已经10多日，这些日子以来，竟感到皇上乃至文武百官对我们的热情，唯有一事略有遗憾。如若皇上成全，靖这次出使上京就没有任何遗憾。哦，靖王有何遗憾，不妨说出来，朕定为你做主。靖这2日仔细思虑过，对靖安王府大小姐洛清婉情有独钟，竟想娶洛清婉为正妃，请皇上成全。贺连静的声音落下，现场变得异常安静。洛清婉则满脸惊讶，脑海一片空白，半晌反应不过来。这得要看靖安王同靖安王妃的意思。靖安王，现在靖王当众求娶你的女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臣全凭皇上做主。如果清婉能够为2国邦交做出贡献，臣也为之骄傲。好，既然靖安王没有意见，靖王也一表人才。洛清婉温婉贤淑，2人乃天设地造的一对，朕此刻就做主为你们赐婚。待靖王回国之日，洛清婉一同嫁过去，赏赐金银珠宝。贺连静同洛清婉同时双手作揖，一脸恭敬谢恩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正当大家都看着贺连静同洛清婉之际，赵伟也突然站起来：皇上，微臣也有一事相求。皇上，微臣也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赵爱卿有何事相求啊？启禀皇上，微臣中意安阳公主，想求皇上成全微臣。众人懵了，靖王同洛清婉好歹有点苗头，这赵伟同安阳公主是一点苗头都没有啊。安阳公主，靖王，这件事你们有何看法？如果安阳同赵伟情投意合，靖没有意见。安阳也没有意见。好，今日是好日子呀，朕就做主为你们赐婚，喜上加喜呀！传朕旨意，安阳公主温柔贤淑，赵伟才华出众，2人情投意合，朕今日为你们赐婚。即日起，将靖王同安阳公主2大喜讯传回赫连国。微臣谢主隆恩。德妃再也绷不住，将怒火全部表露在脸上。皇上，臣妾认为安阳公主同赵大人的婚事不妥。爱妃为何说出此话？大家都知道，靖王同安阳公主与我永和王朝联姻，可以结2国邦交之好。但是这联姻的对象须得身份相当，可安阳公主乃赫连国的公主，身份尊贵，理应与皇族结亲以显重视。赵大人不是皇族，更不是一品官，现在让赵大人同安阳公主成婚，是对赫连国的不重视。臣妾请皇上三思。3皇子皇甫和硕察觉到自己父皇的怒火，心中大骇：父皇，母妃也是关心2国邦交，没有其他意思。皇上，臣妾就是为臣妾的硕儿着想。按理说我朝最适合同安阳公主和亲之人，那便是和硕。皇上就没想过硕儿也是适婚的年龄吗？德妃，朕是否太过纵容你，让你这般没有规矩？难不成德妃认为你的思虑比朕更加周全？
皇上，臣妾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。臣妾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皇儿担忧。德妃，你身为贵妃，理应知晓后妃不得干政。虽说你是为自己的皇儿着想，但此事关乎两国邦交，不可混为一谈。你忤逆皇上，理应责罚。德妃，你可知错？既然是两国邦交，是否应该顾及赫连国？安阳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就表明他对赵伟有意。他们两人情投意合，这就是最好的联姻。德妃娘娘，安阳对三皇子无意，您这般强迫安阳，不顾安阳之意，才是对两国邦交无疑利。是臣妾一时冲动，让大家看了笑话，请皇上责罚臣妾吧。德妃最近思虑过重，理应待在安静之处好好歇息，送德妃回宫。臣妾谢皇上体恤，先行退下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突然从门口传来一声慵懒的声音：今日不是冬至宫宴吗？怎么如此安静？皇甫清歌身穿一袭红色的华服，一如既往的不以为意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军营的事可办好了？当然了，军中之事已经办妥，儿臣这才赶回来。儿臣认真办好父皇交代之事，父皇答应儿臣的事，是不是也该兑现了？既然今日这般热闹，那就来个三席同龄。传朕旨意，大殿下20有4，也是时候成亲。太师府之嫡女云玉芳龄正合适，才貌双全，与大皇子皇甫清歌情投意合，特赐婚给大皇子皇甫清歌当正妃。成婚之日待定，着礼部选良辰吉日，择日完婚。儿臣谢父皇赐恩。臣女多谢皇上赐婚。你们二人的感情朕看在眼里，朕若是拆散一对有情人，岂不够厚道？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将军府遍布阴霾，因为云玉赐婚给皇甫清歌。哼，不过是从我将军府出去的二嫁女，有何了不起的？航儿，这等女子你也不必老是念着，反正她已经同大皇子定了亲，你就好好跟舒柔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早日诞下一儿半女，母亲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他本以为自己的话会让齐志诚高兴，没想到却见他的脸色更加阴沉。母亲有这等闲情管我的事，不如好好管管家。世家主母持家有道，你看将军府成什么样子了？话音落下，他阴沉着脸大步离开。上下齐母同沈淑柔站在正殿，齐母第一次被自己的儿子这样责备，脸色通红。沈淑柔内心一紧，心中不好受，本打算寻一个由头离开，却见齐母一脸愤怒地看着自己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如若不是你进门，又怎么会将将军府搞成这样？当初袁玉长家事打理的将军府井井有条，你一进门就一团糟，没有一点本事不说，还净会挑事儿。如果没有你，云玉也不至于离开将军府。母亲，你当日可不是这样说的，你不是也一样看不上云玉吗？你连云玉一分都不如，好歹云玉管家是一把好手，还能够抓住恒哥的心，你连自己夫君的心都抓不住，管家更是没有一点本事。当初我是瞎了眼，才帮着你将掌家权从云玉手中抢过来。沈淑柔直接懵了，她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忍住没同齐母对骂。怎么，难不成你还不服气？赶紧回去潇湘院，好好想想如何抓住恒哥的心。柔儿知道了，这就回去好好反省自己。齐母看着他的背影，冷哼一声，哼，不仅抓不住自己夫君的心，还不会下蛋，也想不明白当日恒哥为何非你不娶。玉儿，我有话想同你说。我家小姐没有话同齐将军说，还请齐将军不要挡着道。齐将军，你与我家小姐早已缘尽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纠缠呢？玉儿，我不过是想同你说几句话，没有其他心思。难不成这样都不行吗？我们好歹有夫妻之缘，就算做不成夫妻，也不应该如同陌路人。其他靠过来的百姓听到齐志臣的话，纷纷看着云玉。齐将军还真是对云姑娘情深呐。云姑娘同大殿下已经定亲，这齐将军还不想放弃。只是这样纠缠下去，难不成齐将军还想挽回云姑娘？我听闻当初只是齐将军同云姑娘夫妻之间争吵，齐将军也没有想到云姑娘这样做，就不知道这事真不真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难怪齐将军不停纠缠云姑娘，兴许心里放不下。当然放不下了，云姑娘不仅才华出众，更是美貌无双，不然也不会引来这么多男子的争抢。云玉终于听到大家的话，听着大家越来越荒唐的猜想，云玉的秀眉紧紧蹙着，淡然拨开清河同青梅的手，走到齐志臣的跟前来。玉儿，齐将军，你我已经一决，还请你根据礼节叫我云姑娘即可。你不是说有话要与我说吗？说吧。玉儿，这里人多，
不如我们移步到旁边的品茶居再说，如何？不必了，齐将军既然3番2次拦下我，有何话就在这儿直说即可。我们没有什么事是大家听不得的。如若齐将军不说，那请你下次不要再有这样的举动。玉儿，我说。袁玉冷淡的侧身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等着他开口。云姑娘，我其实是想问你，你加入将军府2年，愤而一决，对我可有一丝丝不舍？周围也响起一片抽泣声，惊讶的看着云玉。这话云玉不管回答有或者没有都不妥，有表示余情未了，纠缠不清，没有也显得云玉冷情。他们想不到齐之晨竟然当着众人给云玉难题。云玉的眸光一沉，抬眸直视齐之晨的目光。齐将军在我们一决之后再来问此话，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我嫁入将军府遵从的是父母之命，侍奉婆母尽心长家，遵循的是嫁夫随夫的女德。现在我遵从的是自己内心，你我既已一决，就再无可能。还请齐将军不要再来纠缠，不然会让我看不起你。话音落下，云玉毅然转身。在慈宁宫里面，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端坐着，脸上带笑。臣女给太后娘娘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玉儿来了，快赐座。哀家早就想见你，只是最近2日大家都忙着靖王同清婉那孩子的亲事，哀家才忍到现在才让你进宫。哎呀，皇上的眼光就是好，玉儿秀丽温婉，姿容出众，才华横溢，同清哥在一起还能中和他的贪图玩乐。你们这婚事，哀家看着极好。臣妾早就看好玉儿同大殿下，觉得他们2人很般配，想不到同皇上还是想到一处了。现在玉儿也是皇族中人，以后要多进宫来陪陪本宫啊。玉儿多谢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的看重，能得到你们的称赞是玉儿的荣幸。玉儿本不敢奢望能进皇族，皇上宽仁，不以俗世眸光看待此事，并为我们赐婚，玉儿心中甚是感激。玉儿时刻记得自己身份，以后一定为亲哥管理好内宅之事，让亲哥无后顾之忧。玉儿，皇上为你同亲哥赐婚，哀家心中高兴。这是太上皇在我们新婚之日赐给哀家，象征美好和睦。哀家赠与你，愿你同亲哥也和和美美的。臣女惶恐，担不得太后娘娘如此重礼。这百蝶镂金和田美玉项链，象征着太上皇同太后娘娘的情谊，必定是太后娘娘的心尖物。臣女不敢夺爱，请太后娘娘收回。这是哀家赠与你的，你心安理得收着就好。太上皇的情谊，哀家藏在心中。这等珍贵之物，哀家已经用不上，留给有缘人更好。想必太上皇知道，也会理解哀家。你且收着，你若不收，哀家会以为你看不上哀家所赠之物。玉儿多谢太后娘娘所赠，玉儿多谢太后娘娘所赠。玉儿，这是本宫赠与你之礼，快收着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厚爱。玉儿不必多礼，你与本宫投缘，你有时间多进宫与本宫叙叙话，就算是感谢本宫了。可不要忘记哀家这个老太婆，到时候进宫也来哀家这慈宁宫坐坐，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既然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这样说，那臣女就厚着脸多进宫来，到时候娘娘可不要嫌弃臣女进宫频繁。你这孩子，哀家甚是喜欢，哀家也喜欢热闹，又岂会嫌弃你？该是玉儿不要嫌弃哀家一把岁数才对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。臣妾就说母后喜欢热闹，这才想着来陪伴母后，果然没有来错。德妃同良妃来了，看来本宫来的凑巧，玉儿得到母后同皇后娘娘厚赠，这百蝶镂金和田美玉项链那可是珍品，本宫想都不敢想。这百蝶镂金和田美玉项链那可是珍品，本宫想都不敢想。想不到母后赠给了玉儿，可见母后对玉儿的中意。今日本宫来的匆忙，没有带礼，玉儿下回进宫再补上。你下次进宫啊，可不要忘了来找本宫叙话，本宫也很喜欢热闹。没错，本宫也下次补上。刚才听着你们这般热闹，原来是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赠礼，怎么我们一来就安静了？难不成我们出现的不合时宜？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厚爱，臣女感激不尽。两位娘娘的用心，臣女也感受在心。两位娘娘不必背礼，臣女心中感激，实在担不得各位娘娘厚爱。太后娘娘的脸色明显低沉下来，知道他们来慈宁宫的用意。玉儿进宫来了也许久了，既然良妃同德妃来看望哀家，
玉儿你就先出宫吧。母后，臣妾才来，母后就这般着急让玉儿离开，莫不是防着我们？臣妾也正想跟玉儿叙话，就不着急出宫了吧，是吧，玉儿？两位娘娘所言极是，臣女也很喜欢两位娘娘，今日难得。臣女也很喜欢两位娘娘，今日难得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想留下与两位娘娘叙话。那当然是好，哀家这慈宁宫许久没有这般热闹。对了，昨日宋靖王出城很是热闹，可惜臣妾看不到这般热闹。臣妾听说昨日齐将军拦下了玉儿，一脸深情地对玉儿说了好一会儿话。莫不是过了这么久，玉儿与齐将军还有牵扯？玉儿你既与同大殿下有婚约，这还是少与齐将军接触为好。说来你也是皇族之人，到时候若是传出点什么玷污皇族的名声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你说是吧？两妃娘娘所说的确是有此事，臣女以为此等小事无足挂齿，没想到还是入了贵妃娘娘的耳。昨日齐将军确实拦下臣女，问臣女是否念有旧情。臣女当时就与齐将军言明，同将军府及齐将军本人无任何情谊。如若他再来纠缠臣女，臣女定当报官。虽说臣女是皇上亲封的县主，却也无能为力，命令齐将军不得出现在大街上，更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，知道他会拦下臣女。臣女担心再生此事，斗胆恳求太后娘娘为臣女做主。哀家知道你不会做出有辱名节之事，放心，哀家替你做主。他看了梁妃娘娘一眼，沉着脸。哀家记得梁妃母族有一姑娘抬入将军府。回母后，是臣妾哥哥之女沈淑柔，她并不是抬进去。哀家不管她是抬还是做小教，既然她是你大哥的女儿，那正好，你与她说说此事，让她给齐志臣传话，不要再来纠缠玉儿，不然哀家可不会顾及她的脸面。这次就让她的妾室代为传话，下次哀家可就直接与皇上说此事。梁妃，你且做好这件正事，不要终日听来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，降低你贵妃的身份。臣妾谨遵母后之意，定然将母后的意思传给淑柔。好了，你还有事要去做，赶紧去完成此事吧。哀家见你也很为皇族的名声着想，这件事想必你会做好的。梁妃娘娘的心口堵得厉害，她也没有脸面继续留下来，直接站起来拜别太后，匆匆忙忙离开。云玉同清河已经来到淑妃娘娘的储秀宫，整个储秀宫的气氛相当美好。姑母，玉儿，你来了，快来看看小团儿。云玉正好来到摇篮旁，看着白白胖胖的表弟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姑母，小皇子的小名叫小团儿。皇上正在给小团儿取名呢，满月才正式有大名。本宫呢，就先给他取一个小名，叫小团儿，意为团团圆圆之意。真好听，小团儿长得真可爱，我是你的表姐。真好，圆月看着姑母这般，心中替姑母感到高兴。看来皇上对姑母是极好的。姑母看到你这般，又何尝不高兴呢？你同大殿下的事，姑母听说了，皇上能为你们赐婚，姑母感到很高兴。你与大殿下有缘，以后定能好好的。哎呀，如若姑母不是在月子中，加上你近日诸多事缠身，姑母早就想召你进宫了。现在看来，母后比姑母先一步，似乎对你还算满意呢。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对玉儿都是不错，这是他们给玉儿的赏赐。既然是太后娘娘赏赐于你，那你就大方的收着。我们玉儿啊，是一个好女子，什么赏赐都值得。想到刚才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的嘴脸，袁玉沉吟着说道：刚才在慈宁宫，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也来了。他们二人去慈宁宫可有为难你？他们是想要为难玉儿，只是被我一一化解。我担心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恼羞成怒，将矛头对准姑母。姑母，你现在正在坐月子，小皇子还小，万事都要小心。玉儿放心，姑母怎么说也是贵妃之一呢，这件事本宫知道如何应对。倒是你现在同大殿下已经赐婚，想来皇上也会让礼部加紧选出良辰吉日，离你出嫁的日子不会远啦。以本宫对梁妃同德妃的了解，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。现在大殿下不在上京，玉儿啊，你也要小心点啊。姑母放心，这段日子玉儿就待在府中，哪儿也不去。哎呀，这件事啊，只是猜测。我们玉儿马上就要出嫁了，大殿下是个好男儿，姑母相信你会幸福的。今年冬至日下了大雪，今年会有好收成，不曾想会下4天大雨，老百姓的庄稼想必遭殃了。奴婢在回来的路上，正好听到不少百姓在谈论此事，还说定然有人得罪老天爷，
这才会惹怒老天爷，下了4天大雨。不过是一场大雨下了4天，哪有谁得罪老天爷之说？小姐，奴婢回来了，大殿下给您回书信了。袁玉的眸光添上几分亮色，马上打开书简，仔细看起来。本来好看的秀眉，只看几眼，微微蹙了起来。小姐，发生了何事？青哥回信说，连日来的大雨不仅淹没了军营，也造成了涝灾，百姓今年的收成想必也没有着落。他本来已经忙完前一阵子的事儿，这下被水涝困住了脚步，要处理完这件事情再回京。想不到这一场大雨让老百姓损失如此大。如果真是水涝那还算好，怕就怕淹久了成灾。青梅低头沉吟着，似想起来什么，看着云玉。奴婢今日出府去，确实听到大街小巷不少人谈论今年的收成泡汤。不仅如此，大家还说了其他话。还说了什么？大家还说这场雨来的突然，往年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今年必定是有什么事生变，老天爷这是在警示大家。更有传言说道，是今年宫中那些贵人的命格生了变，这才会引来这等变化。云玉眸光微闪，心中细细琢磨着这几句话，突然蹙起眉头。可还听到了什么？奴婢今日正巧经过城南的街头，听见那个算卦的黄大仙跟旁边的看热闹的百姓说，本不该提前出现，引发大乱，虽身份尊贵，却无父母缘，若违天而行，会引发大乱。这几天的大雨只是开始，如果贵人顾全大局，送走不祥之人，则不会引发乱子；如贵人无动于衷，那就会有大灾。奴婢当时听了一耳，这神棍前言不着后语，奴婢听着也不知道他说什么，倒也没有继续听下去。云玉的神色严肃起来，突然看着他，一脸认真道：当时在那里听着百姓有多少？依你看都有什么人？大约有10多个，多是平日游手好闲之人。你再出去一趟，仔细打探一下，外面可还有其他传言？如果没有，你找几人靠近那老神棍，听听他说什么。如若再胡言乱语说这等话，就让人敲打他一下。青梅不带犹豫，马上点头，转身跑了出去。小姐，您刚才让青梅去敲打那老神棍，这是为何？贵人？何为贵人？青莲藤、清河对视一眼，两人脱口而出：宫中贵人。那老神棍所言正是暗指宫中的贵人没有父母缘，说的就是宫中的皇子公主，本不该提前出现。你们说会是谁？他说的是小皇子。没错，这老神棍所言必定是有人故意指使。这几句话听上去杂乱无章，但是有心之人一听，马上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上京最忌讳神鬼之说，这等相生相克的说法在皇族最为忌讳，如若让宫中的贵人听到，必定引发大乱。好歹毒的心，本还想着这几日清静，不曾想早就算计着姑母。小姐，那该如何是好呀？现在淑妃娘娘正值盛宠，皇上的所有心思都在她和小皇子身上，难免会引起其他娘娘嫉妒。只是算计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皇子，这心思也太歹毒了些。这生都生下来了，如何化解？难不成他们想要将小皇子从淑妃娘娘身边送走不成？袁玉自然想到这些，所以他的脸色才会这般难看。他的眉头蹙着，低眸想着事，保持着这个动作做了好久，直到半个时辰之后，青梅急匆匆走回来：小姐，奴婢回来了。小姐，奴婢回来了。听到了什么？果然如小姐所料，奴婢不过才回来2刻钟不到，外面已经流言满天飞。刚才听热闹的那10几人用2刻钟将老神棍的话传遍上京，现在已经隐隐有传言出来，暗指那个人是小皇子。奴婢根据您的吩咐出去找那个神棍，在城南的破庙找到了他，但是去到时老神棍已经死了。衙府大人以及刑部、大理寺分别来了人彻查此事，那个老神棍的身边留下了一张手写的血书，大概之意就是大灾已定，贵人无动于衷，他要以命来提醒大家。在老神棍死了不到半个时辰，京城传来消息，民间上京的城镇出现了10多人，有发热咳血的症状，看上去像鼠疫，听闻会人传人。现在出现被单独安排住在封闭的屋子，不少人开始传言，老神棍断言开始应验，大家开始传得人心惶惶。现在都已经开始有传言，老神棍所说之人正是淑妃娘娘诞下的小皇子，小皇子乃是不祥之人，恐怕会给皇族带来灾难。这件事情可有同父亲禀报？小姐，奴婢亲自到老爷跟前禀报此事，老爷的反应同小姐一样，马上派人去彻查，并且嘱咐奴婢让小姐不用担心。随着老神棍的死，这件事马上在上京传开，